道德经愿讲6到10章。第6章，谷神不死，是为玄牝。谷神不死，是为玄牝。玄牝之门，是为天地根。绵绵若存，用之不勤。老子以谷神喻道，描绘其永恒不灭、生生不息的特质。谷象征虚空包容，能容纳万物。神凸显其神秘莫测的创生之力，而玄牝则将道比作孕育天地的母体。它看似无形，却如暗流涌动，始终是宇宙万物的根本源头。就像生命的基因代代相传，道的生命力在时光长河中绵延不绝，默默滋养万物，却无需刻意作为。自然界中，江河日夜奔流，看似无休无止，实则是道运行的具象呈现。它无需刻意奔涌，却能润泽四方。这启示我们，真正强大的力量往往蕴含在看似无为的持续运转之中。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亦应如此，不必急功近利，坚守内在根本，便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。愿具，愿世人如体悟玄牝般，探寻生命深处的本源力量，以从容不迫的态度面对人生，在绵绵不绝的坚守中实现自我成长与价值。第7章，天长地久。天长地久，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长生。老子以天地为范例，揭示长久存续的奥秘。天地之所以永恒，在于它们不为自身利益而生，不刻意追求生存，反而得以长存。太阳无私地散发光热，月亮默默牵引潮汐，它们从不索取回报，却成就了宇宙间的恒长之美。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，非以其无私邪，故能成其私。圣人效法天地，遇事谦退无争，反而能赢得众人拥戴，将自身安危置之度外，生命却得以保全。古往今来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一心为民，其精神与思想流传千古。焦裕禄全心全意为兰考百姓谋福祉，虽英年早逝，却永远活在人民心中。无私奉献看似放弃个人利益，实则成就了更高层次的自我价值。愿具，愿世人摒弃狭隘的利己之心，以无私的胸怀处事，在为他人与社会的付出中，收获真正长久且有意义的人生。第8章，上善若水。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老子将至高的善行比作水，水滋养万物，却从不与万物争高下、抢利益。他甘愿流向低洼之处，这种谦卑的姿态，恰恰最接近道的本质。就像山间清泉，默默流淌，润泽草木生灵。暴雨过后，积水汇聚于沟渠，不争不怨，静待蒸发或渗入大地。居善地，心善渊，与善人言善信，正善治，事善能，动善时。水的特性为人们提供了全方位的处事准则。选择低洼之地而居，象征为人要谦逊低调，内心如深潭般沉静，才能洞察世事。与人相处，怀有仁爱之心，说话如同潮水涨落般守信，治理国家如同水疏导河流般井然有序，做事像水适应各种容器般灵活，行动则把握时机，如春雨之时节而至。都江堰水利工程正是上善若水的绝佳例证。李冰父子因势利导，利用水的特性兴修水利，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。愿具，愿世人以水为镜，修炼如水般的德行与智慧，在谦逊、包容与灵活应变中，书写属于自己的美好篇章。第9章，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揣而锐之，不可长保。金玉满堂，莫之能守。富贵而骄，自遗其咎。老子警示世人，凡事若过度追求圆满，就如同端着盛满水的容器继续注水，迟早会溢出。打磨器物过于锋利，锋芒难以长久保持。家中堆满金玉财宝，却难以长久守护。因富贵而骄横，必然招致灾祸。历史上10重富可敌国，却因炫富骄纵，最终身首异处。和珅权倾一时，贪腐无度，落得抄家赐死的下场。功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功成名就之后，适时隐退，这才符合自然规律。范蠡助越王勾践，复国称霸后，毅然辞官经商，化名陶朱公，3次散尽家财，又3次聚财，不仅保全性命，更成就商业传奇。他懂得在恰当的时机退出，不贪恋权位与财富，遵循天道，实现人生的圆满转换。
愿惧，愿世人摒弃贪念与骄纵，在成功之时保持清醒，懂得适时进退，以平和心态享受人生，远离灾祸。第10章，载营破抱一，能无离乎？载营破抱一，能无离乎？专气致柔，能如婴儿乎？老子提出身心合一的修炼境界，营破即精神与肉体，若能使二者紧密结合，不分离溃散，方能达到内在和谐。专气致柔则倡导将气息专注凝聚，使身心如婴儿般纯净柔软。婴儿天真无邪，无杂念纷扰，身体柔软灵活，充满生命力。我们应当学习这种状态，摒弃过多的欲望与杂念，回归本真，涤除玄览，能无私乎？爱民治国，能无为乎？天门开合，能为此乎？明白四达，能无知乎？老子从个人修养延伸到治国理政，提出一系列深刻问题，清洗内心，保持澄澈，才能洞察世事。治理国家应遵循无为之道，不过度干预。面对外界变化，要像磁性般柔顺包容，即便智慧通达，也要保持虚怀若谷，不恃才傲物。汉文帝、汉景帝时期推行无为而治，让百姓休养生息，成就文景之治，正是对老子治国思想的实践。愿惧，愿世人致力于身心的和谐统一，修炼纯净内心，以无为守次的智慧处世治国，在返璞归真中实现自我完善与社会安定。感谢各位同修同仁的聆听与共修，本章愿讲至此，愿你我心灯常明，愿行不息。今日所发之愿，非为己私，愿回向十方众生，愿一切众生得闻道音，觉悟本愿，愿一切迷者得道清明，返本归真，愿此愿修成就诸功德，庄严道愿之林。耀君道德经愿讲，与愿者同愿，与行者共行。道生一，一生万物，愿众生皆知本来无一物，愿世界皆归自然大道。